所以基本上我们讲早期大部分都是甲烷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你看它50%，那甲烷大家都知道天然气好处是什么样？热值高，然后聚氧特性，这很好，所以甲烷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。天然气我们已经用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基本上这个我们的那个什么，那个看起来不错啊。如果你养1000头猪的话，你养1000头猪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你的成本是这样的，你的成本是这样子。啊，然后基本上你的大概回收，就是说你大概养1000头猪，啊，你投资下去来做沼气的话，你只要4.12年或养越多头就2.22年就可以就可以回收这样子啊。好，你看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基本上哈，你会发现大的国家事实上哈，这些东西都比较有那个比较有在做，比如说你看中国大陆啊，这种印度这种都已经在做了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你看。但是呢，我们讲说产生沼气啊，不是只有什么样，不是只有养猪这条路啊，有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你看印度他们是什么牛粪啊，用牛啊，那当然台湾因为没有养牛比较少，养猪比较多，台湾还是养猪嘛。你看中美洲用咖啡啊，他们可能咖啡很多，所以基本上都有在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哈，这个生殖能。也算是我们机械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，只是说我们的生殖能，我们可能在产生的这方面，转换技术这边，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厉害，但是呢，也跟我们的本行没有差太远，我们还是可以做，尤其然后后面的应用更多了哈，所以说我觉得生殖能也是个蛮不错的哈，这也是一样，菲律宾做的什么样，猪粪尿厌氧消化，然后台湾也是做这个东西哈。还有什么那个沼气纯化哈，这个是一些台湾现在在做的。现在是讲说，我们就特别拿几个，刚才讲过说哪几种比较多了。第一个，沼气就是什么天然气嘛。第二个是什么样？就是乙醇嘛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柴油嘛。所以现在我们针对这几个哈，刚才已经讲沼气了，我们现在针对刚才已经讲沼气，现在就针对那个第二个乙醇跟什么？乙醇跟那个跟 biodiesel 跟生殖那个燃料来讲哈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，比如说那种什么叫什么增氧剂那种东西，都还是有哈。我们讲说，乙醇就酒精啦，生殖酒精，可能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哈。我记得我有讲过嘛，巴西10几年前，在2001、2000，我已经忘记哪一年了，但最起码10年以前，我去巴西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满山遍野的什么甘蔗。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说，哦，巴西人那么喜欢吃甘蔗，或是巴西人跟台湾一样，用甘蔗来产糖来外销。我们早期为什么台糖这个公司现在还是有很多地，就是早期就是靠甘蔗然后产糖外销嘛。那时候，对啊，后来才发现说他们是完全，他们已经可以用到190或是110的那个什么的车子了。好，就是因为等一下我有个表看一下，就是他们就已经是用来做那个车子的。当然，要怎么做那个什么做酒精，就是发酵啦。对不对？所以发酵就有几个重点啦。这只是我是为了让东西比较完整，你要把一些淀粉，如果是糖质作物跟淀粉作物跟铅粮作，就是什么跟那个什么纤维那个粮食作物就不一样，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之后，不啦，然后再发酵，然后得到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只是大家看一下说，如果就是不同的东西，它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这个也是一样的哈，就是一个基本上你就变成它是把它分成这3大类。第一个你要建立，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台湾啊，这是台湾当初规划，96年到98年要有这种规划，然后希望到量产，然后到技术转移这样。技术转移就是变成说，等到你酒精的生成技术已经很完整了，要技术转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的，不要以为做出来酒精就是可以用的。每个人做的酒精那个品质不一样，它就有很多规范的，所以最起码你要什么样？你要符合这些规范，你才可以在某些地方使用，对不对？这种规范的话，当然不是我们定的，我们不是专家，他们就有一些规范啊，比如说甚至要规范这个什么这个 pH 值，对不对？要聚多少，然后离子数目要怎么样，都定得很清楚。这个是一个范例，就是说。你做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就可以用哈。好，什么作物最好？对不对？这个是说怎么样？这边是讲说，你每一吨可以产生，如果用一个同样的标准来做的话，
每一吨可以产生多少公升的什么呀生质酒精？啊，但是呢，你真的因为每个粮食作物的话，它生长的区域不一样，所以你到最后你还是要用什么样？每一个什么样一个公顷，每公顷到底可以生产，这才是比较准。这个是重量，但是它的生长密度不一样啊，所以这边是每公顷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 ？Sugar cane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甘蔗，这就是为什么说你可以了解说为什么要种甘蔗了吧？它的每公顷量可以产生的是什么样？几乎是最大的，最大可以到什么？到12000公升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sweet potato， 就是我们的番薯，对不对？还有树薯，还有玉米也是一样啊，这是一般的木材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跟我们的人类粮食确实是有冲突的。对不对？玉米、甘蔗也是用来做糖啊，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些粮食确实是跟我们的粮食是有冲突的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生殖能的那个什么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讲过前10年生殖能很丰的原因就这样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斜率吧。就有多少的什么样？这是讲生殖酒精了哈，生殖酒精。你就知道说，为了要那个 meet the demand 就是这种需求有多少粮食作物是被拿去旁边来做一些其他的用途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一些特性第一个，它的热值是大概是我们一般的什么辛烷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汽油大部分都是辛烷嘛，99%是辛烷嘛，它大概热值只有2/3而已，所以说它就比较没有力嘛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个1时，我讲过，上次有提过说，这个1就代表说我汽油里面含多少的生质酒精。我们台湾已经有发多少的，代表说100%里面我们才2%的什么生质酒精，代表说我们这个还很保守啊。当然，我们讲就是说，基本上你如果加太多的话，会影响到什么？你的什么有效率，你的引擎的有效率，再加上说你的引擎可能不适合。当初制作的时候，不是为了特别为这种燃料做的，可能会有一些性能上面的影响。所以说，如果1时的话，就大概怎么样？会让你的什么里程数少3%到4%啊。然后呢，讲句实在话，它那个也不太好1.67啊，这代表什么？你要制造什么？制造乙醇，你需要给它能量嘛？你需要做什么？做发酵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成本的能量跟你拿造出来的乙醇去燃烧得到能量是多少？1.67倍，代表说也有增加了。如果是1以下就不用做了吧，对不对？是有增加，但是好像增加也才增加就是67%，也是 OK 啦。这成本不用太高，但是就是说它大概是怎么样？大概是1.67，所以它是什么正的怎么样？正的那个获得哈，只是看那种弄 slope 你就很担心啦。你看这个是2003年的时候我讲过，说10年前生殖能正夯，它的预测是这样子你看这个斜率啊，我们来看东西不是看量，我们要看斜率啊，因为看斜率就是什么？看它的发展啊。这是10年前那个什么那个做的一个，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那么不会有那么多了啦，不会，现在大家可能会收敛一点。看一下，你看每个国家，巴西。有2种，一种是192、195，195就跟我们的95汽油一样的嘛。我们的汽油95，辛烷也是95啊，还有92、95、98，195，大部分的那个什么是来自于甘蔗。美国有10、185。一般来讲，为什么有这2级呢？如果是那种很高的，代表说当初你买这东西，他就跟你讲说就吃酒精的了，那种引擎。还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改变这样子。那这种比较小的，就是说你不需要改变你现有的引擎，你就可以加了。当然性能会比较差，但是呢不至于有大碍，但是呢还是会有影响。所以你会发现说都是有那种两边的很大跟很小。如果说真的是全力投那个，然后美国就用玉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陆是10，是我跟你讲说这个搞不好都要这个，我上次讲过说。在中国大陆，现在整个那种能源的多样性的那个多样性化，真的是非常做得很应该讲很成功，或是说很普及啊，不像台湾的能源还是
都是在某个特定的一些那个就石油这样子。欧盟15，泰国15，然后日本13、10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基本上我们是12啊。你会发现说，这种东西就跟国家属性有关系。国家如果大，汽车需求很大的时候，他就很重视这个东西。国家如果不是那么大，比较小，然后公共交通比较好，它的需求就相对没有那么严重。所以你会讲说，欧盟不是也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国家，它为什么只有15呢？这是我个人猜想，就是说，那欧洲国家都汽车的需求也不是都是小车嘛，怎么样？所以说对能源的那个消耗不是太大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基本上这边刚才讲的是什么？讲说。刚才是讲什么？讲那个是乙醇嘛？那有一些也可以用来做甲醇啊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用甲醇啊。然后还有一些是叫什么？叫做一些这叫做什么？一些增氧剂啊，加进去会比较省油啊。要增氧剂，因为它可以让里面的氧含量增加，然后燃烧起来会更有效这样。但是有些东西有毒的，像这东西就是这种东西叫 MTBE， 这是一个缩写，就是一个什么缩写？就是这些东西的缩写，叫什么？甲基第3丁基醚，这就是增氧剂啊。它呢可以有效的，这也是可以从生质材料里面提炼出来，它可以有效让你的怎么样？让你的燃烧比较完整，然后比较省油。但是呢，它会有一些污染，所以这边有一大堆。你看，美国很多州都已经怎么样？都已经禁止使用。台湾好像没有禁止使用。然后我们讲说这个生质柴油的话，这有些也是可以用蒸馏啊，用什么用裂解，或是用一些化学，反正都有了哈。那现在我们讲说生质柴油，大概跟刚才生质酒精大概不太一样了，它大部分就是这些哈。所以跟那个什么，跟油类的比较多，刚才都是一些比较淀粉糖类的作物，这边都是比较油类的作物啊。这个作物好像台湾就比较没那么多哈。台湾哪边有啊？好像比较没有哈。洛梨台湾也不多哈。生质柴油一旦提炼出来的话，就是这样子，有 B5、B20跟 B100。当然现在因为有柴油车嘛，所以说你如果 OK 的话，当然可以 B100%，因为就是柴油车在用嘛。对不对？以前不是，如果是看到 D 的话，就是什么就知道是柴油引擎吗？那现在多一个 B 的话，就代表说是生质柴油这样子。所以然后这样子过来的话，就可以变成那个哈。柴油车我们大家如果学过内燃机，都知道说柴油车的有哪些特性，它跟汽油车有什么样不一样啊？大家都知道嘛哈。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得要好好注意一下，说生质柴油跟一般柴油有什么不一样。我记得上1-2个礼拜前我也讲过嘛。我们台湾以前都是加好像3%还是2%的生质柴油嘛，全部的柴油都是加这个忘记了，不知道2还是3，然后2，那现在把它减成1嘛，就是以前我们的柴油都加2%啊，然后就是有人反映加了之后好像油耗也变差了，然后那个什么搞不好引擎有问题了，所以我们已经不用生质柴油了。不过这边就是这样子哈，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影响。你看，比如说散火点就不一样了，散火点。那个什么，那个170% 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但是这样，但是散火点高的话，但是安全性好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它的什么，它热值就比较低啦。那个热值什么化石柴油是110，这个都比较低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基本上这个不是说生质能做起来就可以用，还是得要有一些限制的。你看哪些国家？德国，因为德国汽车大厂，对不对？然后基本上，然后德国那个生质柴油那个刚才讲的生质酒精不是欧盟的重点，但是呢，欧盟有很多那个柴油车嘛，因为柴油车毕竟还是没有以前啊，就是柴油车污染大嘛。现在新的柴油车基本上污染已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，而且可以做得很小，所以那个你会发现说那个什么 EA2B 的他们就出了很多柴油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看一下啊。这是全世界生产柴油，就是把总括我们讲的说2个燃料，生质柴油、生质酒精的国家。你看，台湾呢，勉强有一点点颜色了哈，就是说基本上不是说，就是大部分是生产这个，台湾应该是属于这一种的这个颜色看到，纯粹是酒精的是这个颜色，纯粹柴油是这个颜色，酒精跟柴油都有的这个颜色了，这2个反正看一下有颜色的地方就代表说有在发展的了，那发展的好不好，但是另当别论了，这样子哈。下面就是不同的国家别哈，比如说在亚洲有大陆、印尼。